朋友们好，欢迎来到林妹妹的节目。夜深人静，床头的手机忽然没有征兆地响了起来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拿起手机，看到上面既熟悉又陌生的电话号码时，我不禁皱紧了眉头。大半夜的，他怎么会给我打电话？我下意识地不想接听，可随着铃声一遍遍响起，我还是按下了接听键。当下我还没说话，电话那头便传来一个女人焦急的声音：陈浩吗？我联系不上李川了，求求你帮帮我。女人声音带着哭腔，我都能想象到她现在有多无助，可是我还是冷声说道：李川出差了，这事儿你应该知道，现在这个时间他应该在飞机上，明天一早你再联系他试试。不是的，我已经很多天没联系到他了。李川心脏不好，要随身携带着才行，可他这回出差却没带药，我怕。算我求你了，陈浩，抛开我们的过往，帮我这一次吧，李川是我的命。电话那头的女人说着话，再次哽咽起来。此时我听闻她所言，心中也不由得一惊。李川有心脏病，还没有带药。想起这几天有些安静的工作群，我的心也有些不安起来。纵使我对这个女人有恨意，纵使我对李川也有些许的偏见，但人命关天，这不是玩笑。想到这里，我赶忙宽慰了电话那头的女人，几句说道：我知道了，我联系一下我们领导，最晚明天上午给你答复。挂断电话，我顾不得现在是夜里几点钟，赶忙便给和李川一同去出差的领导打了个电话。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领导竟然立刻就接通了电话。我还没开口说些什么的时候，电话那头的赵总便叹了口气说道：陈浩，明早在公司群里通报一声吧，李川他出事了。听闻此言，我心中一咯噔，连忙开口问道：赵总，出事了是什么意思？李川心脏病突发，来不及抢救，人就没了。没想到李川妻子的猜测如今竟然变成了现实，一时之间我不知道该如何将这噩耗告知他。我颤抖着双手，熟悉的号码按了一遍又一遍，却始终没有拨出去的勇气。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一直到天蒙蒙亮，他主动给我打来了电话。陈浩，你联系上李川了吗？我刚刚给他打通了电话，可是他什么都没说，就又挂断了。春芳，李川他走了。经过一整晚的思想斗争，长痛不如短痛，我索性还是说了出来，只是我仍旧没有忍心说那么直白。电话那头愣了2秒钟，他才淡淡说道：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电话挂断，方才春芳的声音很淡，但我却似乎听到了她撕心裂肺的哭喊声。此时我的内心百感交集。李川是我的同事，而他的妻子春芳则是我的一个故友，一个令我伤痛整整8年的女人。我和春芳的事情还要从10年前说起。2013年7月，我和春芳大学毕业了。那时候大多数在学校里恋爱的情侣都分了手，而我和春芳却是一个例外。我们2个恋爱3年，感情要好，再加上我们还是从同一个城市来的，这才会让我们之间的感情更加坚固。当我们都找到工作，一切稳定下来之后，便开始谈婚论嫁了。春芳是带着她母亲先来的我们家，我们家不算是很富裕，父母拼搏大半辈子就买了一套房子，也就是我们现在住的这里，70-80平米的小3室。父母为了能让我顺利结婚，承诺春芳的母亲说要把这套房子留给我们，装修当婚房。我们结婚之后，他们老2口就搬出去租房子住。父母这话听在春芳母亲耳朵里很是高兴，可我的心里却是有些发堵。为了我结婚就将父母赶出去住，这不是一个当儿子的能做出来的事情。可是当下父母向我使眼色，我什么都没有说。事后我和春芳商量过，父母年纪大了，不让他们折腾了，
我们小两口将来以后出去租房子住，2个人努力，自己再买房子。春芳是个通情达理的女孩，我一说这事儿，她就应了下来。谈婚论嫁的事情，我们双方父母意见统一。春芳家里没什么钱，我们不要求她有陪嫁，而我们家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，彩礼8万8，还有1万1的登记费，加起来一共是9万9。幸福99也算是一个吉利数字，我父母对春芳很是满意，所以这9万9在我们订婚之前就存到了春芳名下。那时候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，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订婚结束，我和春芳却为了先办婚礼还是先领证的问题起了争执。我个人的意愿是要先领证再办婚礼，可春芳却想的是先办婚礼再领证。我们家彩礼是给出去了，办婚礼也需要一笔不小的钱，若是我和春芳办了婚礼，她却又反悔不想结婚了，那我们家这些钱岂不是白花了？春芳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心思，便红着眼对我说道：陈浩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这么多年，你就是这样揣测我的？你若是这么想，我还担心我所托非人，想要先结婚后领证观察观察你呢。说这话，春芳头也不回的就走了，好几天都没跟我说过话。我父母知道我和春芳为了这个事情吵架之后，便好言劝慰了我几句，说道：春芳这个女孩子老实，从上大学的时候就跟着你，你俩光谈恋爱到现在也快5年了，怎么说春芳也不会骗你。春芳既然有这个想法，就必然有她自己的顾虑。你们办了婚礼，领不领证的，他人就在你眼前，只要你真心待人家，领证那是早晚的事情。那时我见父母这般开明，也就不再执着自己的想法，便随了春芳的愿先办了婚礼。结婚之后，我几次想拉着春芳去领证，可春芳却是一拖再拖，总说再等等。直到有一日，春芳终于应了下来，说她要回家一趟，等第2天一早就跟着我去领证。我心中一喜，可等到第2天一早，我在民政局门口等来等去，都没等来春芳的身影。待我回家一看，家中早已是人去楼空，哪里还有春芳的身影？我尝试联系春芳，可她就像人间蒸发一般消失不见了。我曾想过要报警寻找春芳的踪迹，但我又好面子，结婚被放鸽子的事儿也不好说出口。再说了，我们2个只是办了婚礼，没有领证，这样的关系根本不受法律保护。春芳离开的1年里，我浑浑噩，好好的工作也弄丢了，原本好好的媳妇也不见了，钱给出去了，人没了，我这心里说不出来的难受，整个人宛若陷入死潭，怎么也挣扎不出来。到了第2年，也就是2016年的时候，我才又找了一家公司上班，工作忙忙碌碌，甚少有歇息的时候，一忙起来，过去的那些伤心事也就抛到了脑后。可是让我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，当我即将忘却当年伤痛之际，春芳又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还记得是2016年的夏天，那会儿我刚入职3个月，公司加班，下班有些晚，刚刚出门正准备打车的时候，恍惚间就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。我定睛一看，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我朝思暮想多年的春芳。还记得当时我在见到春芳时的撕心裂肺，我高声质问她当初为什么这么狠心，为什么骗走了我的感情，我的钱就一走了之了。可春芳没有理会我，她只是淡淡的看了我一眼，便朝着另外一个人的方向走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春芳是我们公司同事李川的妻子，2个人结婚小半年了，感情十分要好。那时候我一度看李川不顺眼，说实在的，论长相来说，我比李川帅得多，而且我们家庭情况也差不多。我怎么都想不明白，春芳怎么会选择跟了别人。看着李川在我面前
和春芳亲亲我的样子，我心中醋意大发。这么多年我恨春芳的狠心，同时也对李川有了很深的偏见。我相信但凡有人经历过我这样的事情，也不会对这两个人有好脸色。可是现在，一个令我有偏见却十分老实的人没了，一个我怀恨在心却耿耿于怀的女人。伤心透顶的时候，我心中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油然而生。李川的死让所有人都感到惋惜。李川是个孤儿，没爹没娘，唯一的依靠就只有春芳一个人。而春芳的母亲早在3年前也已经去世，可以说是李川的后事只有春芳一个人来处理。看着春芳单薄的背影，我心中没来由的升起一股同情。这次我决定不计较过往，尽心尽力的帮衬春芳。就这样，我陪着春芳从机场接到李川的遗体之后，便开始处理他的身后事，办了死亡证明，又办了追悼会等等等等。待把事情忙清了之后，已经是6天之后了。这段时间尽管公司批了假，但还是堆积了不少工作。忙完李川的身后事，我便一心投入到了工作之中。我以为这事情过去就算是过去了，可是让我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，这天我刚下班没多久，春芳的电话便又拨了过来。我有些诧异地接通了电话，就听春芳说道：“陈浩，你应该下班了吧？今天晚上你来我这里，到时候我给你留门，你直接进来就行，我有东西要交给你。”说罢，还没等我回话，春芳便挂断了电话。李川去世了，春芳却突然又联系我，让我晚上去家里找他。不知春芳有什么目的，莫非是想要跟我旧情复燃？纵使我对春芳还有一些遗憾，但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。可回想起前几天春芳的情绪，我又担心她出什么事情。思来想去，晚上8点钟的事情，我还是驱车找到了春芳的家。春芳和李川的家距离公司不远，小区环境也不是很好。晚上8、9点钟了，小区里还是有很多人遛弯儿、少闲天儿。我小心翼翼地上了楼，见春芳家门虚掩着，望着里面淡淡黄色的灯光，让我的心不由得抓紧了一些。我悄悄推开门，见春芳背对我坐在客厅的布艺沙发上，穿着有些单薄。见我进来了，她连忙起身给我倒了杯茶水，并示意我坐下。客厅的灯光昏暗，春芳就坐在我的对面，久久都没有说话。我有些坐立不安，正准备开口说些什么的时候，就见春芳忽然起身来到我面前，随即变戏法似的从身后拿出来一个纸包，递到我手中说道：“陈浩，这里是6万块钱，这么多年我和李川攒下这些，等李川的丧葬费下来了，我再把剩下的钱还给你。”看着春芳递过来的纸包，我一时之间有些发懵，连忙起身慌乱道：“春芳，你这是作甚？”春芳浅浅一笑：“当年我收了你们家近10万的彩礼，还有办婚礼的时候，你们家也花了不少，这是我应该还给你的。”提起当年，双方都沉默起来。好半晌，春芳才低声说道：“当年我其实也是有苦衷的，时至如今，我才知当年春芳离开的真相。原来春芳父亲豪赌，一夜之间让春芳一家背上了数不清的赌债。春芳担心连累到我的家人，这才一声不吭地离开了。”说到这里，春芳苦笑一声：“我父亲1年半载不联系我们，联系就是开口要钱，这样的生活，我怎么可以让你跟我一起承受？”听到春芳此言，我不知应该回答什么。事情已经过去8年了，当年的伤痛虽然还埋在心底，但实际上早已经走了出来。如今再谈真相，剩下的只有唏嘘。春芳的钱我没有收，临行前我拍了拍她的肩膀说道：“这钱你留着吧，你我认识10几年了，就算没有男女之情了，也是朋友。如今李川不在了，而你却有了身子，将来以后的生活可不止你一个人，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。
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就说，我这个当朋友的能帮就帮。那天春芳哭得像个孩子，而我也只是好声安慰了几句，就离开了春芳的家。我对春芳的恨，对李川的偏见，好似都在李川出事的那一刻消失不见了。而我和春芳的结局，只能说世事难料，有些人也是有缘无分。